上屆慕尼黑音響展咧，美國 Magical 咧首次咧更新佢哋嘅 S 系列啦，推出咗一對咧 S3 2023嘅版本啦。今年咧再接再厲啊，推出尺寸咧比 S3 更加大嘅 S5 2024版本啊。咁呢對喇叭咧仲有一個意義啊，就係慶祝廠方咧成立20週年啊。而呢個 S 系列嘅更新咧，用咗好多開發頂級 M7 嘅技術啦，好似呢個 Polytech 嘅雷射測量儀啦，量度聲箱發聲時咧每一個部分嘅震動啊，嚟徹底咧解決聲箱嘅陰染啊。仲有一個 Cupol 近場掃描儀啊，嚟測量喇叭周圍嘅球形範圍，進一步咧改進喇叭播放時嘅聲學狀態啊。所以 S5 喇叭嘅圓弧形嘅外形咧，全部都係因應數據咧去計算出嚟㗎。咁啊，提供最大嘅聲箱剛性、最少嘅內部共振、最佳嘅阻離係數啊。咁最後咧 ，S5 咧比舊款嘅聲箱容積咧增加咗大約30% 啊。咁啊，令到低頻咧可以潛到去20 Hz 啊。至於單元方面咧，就用咗最新開發嘅 Nanotech V8 嘅振膜啊，係由石墨烯嘅碳纖維加上鋁製蜂巢三文治色咧係夾層而成嘅。咁啊，令到振膜嘅厚度咧更加薄，質量咧更加輕，硬度咧更加強啊。所以最後出嚟嘅單元嘅失真咧會更加低啊。S5 中音6寸嘅單元咧，同埋兩隻10寸嘅低音單元咧，都係用咗呢款振膜㗎。同樣咧都係用咗唔會上磁嘅太音圈筒啊。而高音單元咧就係呢個鑽石塗層嘅皮振膜啊。Dan Agostino 咧有一部全新嘅前級推出啊，型號咧係呢個 Momentum C4 嘅 P-Amplify。呢部前級咧裏邊嘅線路比之前嘅 Momentum HD 嘅前級咧進一步提升啊，用咗4個 J-FET 嘅晶體管，以互補、叉動、推環嘅排列嚟極大提升咗呢個輸入嘅阻抗，又可以咧減少呢個雜訊啊。咁啊，令到呢部前級嘅聲音咧有更加好嘅表現之外咧，亦都有好好嘅穩定性啊。同樣用咗呢個底座式嘅分體電源啊，仲有一個咧全新設計嘅容器啊。同時咧推出埋一部咧入門級嘅合併機 Pendulum， 移植咗咧 Momentum C4 嘅前級嘅技術啊。嚟自丹麥嘅 Riedel Acoustics 入到佢哋嘅展房咧，用咗呢個 Sim Audio 全套嘅 Moon 器材咧嚟推動一對大型嘅 TD6嘅喇叭，聲音表現都好好啊，好有呢個音場規模感啊，低頻能量感都好足之餘咧，高音咧又夠細緻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對旗艦喇叭有咁嘅表現咧都預期㗎啦。不過最估唔到咧，之後換咗旁邊白色呢對 X2.6 嘅喇叭，本來咧諗住聽完呢對旗艦咧。呢對真係可以話唔使聽啊！點知出嚟嘅聲音效果咧，又真係冇失望啊！咁當然啦，規模感就冇咁大，但係一樣咧都好有能量感，聲音都好通透，細緻又充足，低頻量感咧完全都唔似個單元發出嚟㗎。咁呢對全新嘅 X2.6咧係用咗廠方嘅 Ribbon 高音單元，係由呢對 TD6 嘅高音單元咧移植落嚟㗎，係廠方咧自家研發同人手製作嘅高音單元啊！咁而呢個發聲薄膜咧，只有11個 micron 嘅厚度啊，所以重量咧比傳統嘅球形單元咧輕咗50倍啊，只有20毫克啊，咁自然反應速度咧更加快，失真咧更加少啊。咁兩隻中低音單元咧就用咗氧化鋁嘅陶瓷音盤啊，有好高嘅剛性之餘咧，又可以去除鋁材本身嘅音色啊。咁而單元背後嘅驅動裝置咧都有好好嘅通風系統啊。咁啊，所以咧令到個背波影響更加少，所以失真咧更加低啊。總之喺現場聽到呢對 X2.6 嘅表現咧，真係超出晒預期啊！咁呢對喇叭嘅售價咧就21,000歐元啊！咁啊啱啱咧就提到呢個 Sim Audio 嘅 Moon 咧推呢個 Riedel 嘅喇叭，咁啊之後咧入到去個 Sim Audio 嘅展房啦。咁啱啱咧就播緊嘅天地英雄啊，出嚟嘅聲音氣勢磅礴啊，勁度十足啊！開緊聲嘅器材咧，分別係兩部861嘅後級、891嘅 Ledward Payer 加入前級，推一對 Dyla Audio 嘅喇叭。咁呢部861後級咧，8音輸出咧就有300瓦，4音輸出咧就去到600瓦。唔怪得咧，推對喇叭咧都可以話貼貼服服啊！咁啊，除咗兩部88系列嘅新機咧，在場都靜態展示咗呢個78系列嘅新機啊！咁啊，分別喺呢個791嘅 Ledward Payer 連前級，
同埋一個761嘅後級啊。呢部761 8Ohm輸出嗰陣時咧有200瓦，仲有呢個600系列681嘅 LED Pair 連呢個解碼，價錢咧就$12,000啊。咁同埋呢個641嘅合併機啊，價錢咧就$11,000啊。咁啊，相信上邊啲新產品咧，香港好快都會有噶啦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記得要留意啊！真係咁啱啊！啱啱咧先見到呢個 Sim Audio 681嘅 LED Pair 連呢個解碼器咧喺個靜態展示啊。點知咧入到去呢個 Scansonic HD 嘅展房咧，就用緊佢嚟開緊聲啊！Scansonic HD 咧喺個 Wido 嘅姊妹廠啊。Scansonic HD 用咗呢個 Wido 嘅 High End 技術，不過咧相對價錢咧就比較親民啊。好似對廠方最新推出嘅 MB8B 嘅喇叭，高音咧同樣都係用咗自家製作嘅 Ribbon 高音。售價咧係$15,000啊，相比起個 Wido 咧更加容易入手啊！呢個 MB8B 咧係一對365單元嘅窄身坐地喇叭。咁啊，據廠方所講啦，呢對喇叭咧可以喺有限空間咧有好大音壓表現啊！咁啊，用咗一對8寸嘅碳纖維振膜嘅低音，兩隻5.25寸嘅同樣都係碳纖維振膜嘅中音啊！咁啊，當然高音咧就用翻廠方特製嘅 Ribbon 高音啦。咁而呢對喇叭旁邊咧係廠方另外一個高級系列 Q 系列啦。咁呢對咧係 Q3，係一對咧2.563單元設計嘅喇叭。咁啊用咗兩隻5.25寸嘅碳纖維振膜嘅中低音單元啊。高音同樣都係廠方自家製作嘅 Ribbon 高音啊。德國主場嘅 JR Translother 跟往年一樣咧，都係同一間展房啊，展示佢哋咧非常多款式嘅黑膠唱盤啊，真係可以話眼花繚亂啊！當中咧都揾到一款新款嘅黑膠唱盤 Bellini 啊，咁呢個帶動嘅黑膠唱盤咧，最特別咧就係用咗一個板岩咧嚟做呢個底座啊。據廠方資料咧，板岩咧有更加大嘅質量啊，所以有更加好嘅共振離阻特性啊，所以唱盤轉動嗰陣時咧會更加穩定啊。咁而呢個轉盤咧都係同樣用咗一個鋁合金。同一款唱盤咧，另外仲有一款咧係呢個亞加力嘅版本啊，咁嚟代替嘅板岩啊。咁啊，至於價錢方面啊，板岩版本咧就賣呢個$5,800，咁啊標準亞加力嘅版本咧就賣呢個$4,500。咁啊預計咧今年年底咧就會推出㗎啦。嚟自荷蘭嘅 Primary Control 咧，見到佢哋製作嘅唱臂嘅外形咧都好精緻啊。咁佢哋幾款嘅唱臂外形咧都好唔同㗎。好似個 Aero W 咧個唱臂用咗金寶軸承，咁而呢個 Raven 唱臂咧就用咗呢個單點軸承做基礎嘅雙點嘅軸承啊。咁而最特別一支咧就係呢個 FCL 嘅唱臂啊。除咗唱臂之外咧，仲有一個控制盒㗎。原來呢個咧係用咗個麗磁線圈咧嚟做呢個軸承啊。咁啊，另外咧仲有一個回饋嘅裝置，可以感應呢個磁力嘅變化，可以即時補償，確保個唱臂嘅穩定性啊。現場示範咧，仲見到同廠一個黑膠唱盤 Hinea， 咁呢個咧係一個直驅嘅黑膠唱盤啊。Component in the 10 series range。瑞士 CX Precision 去到佢哋嘅展房咧，有專人介紹啊。而今屆最新嘅產品咧，就係佢哋嘅旗艦10系列啦。咁啊推出呢個 C10 嘅 DAC 解碼器啊。現場咧除咗開聲示範咧，更加擺咗一部 C10 嘅主機。見到機裏邊嘅佈局啊，咁而個 C10咧係一個分體電源嘅設計啊，所以有兩個機箱。而呢部 DAC 咧，為咗要做到更加好聲咧，所以完全冇任何音量控制啊、模擬輸入，就專心咧就做好解碼工作啊。而 C10咧係一個模組化結構啊，可以更新、升級同埋擴充啊。咁啊，將來咧有啲咩新功能咧，佢都可以加入啊。咁啊，分體電源咧提供咗4個獨立嘅直流電源咧俾個主機。咁啊，分別供電俾個數碼處理電腦啦、時脈電腦啦，同埋左右聲道嘅 DAC 啊。C10咧可以選擇唔同嘅輸出電平，分別係1、2.5同埋呢個5伏，咁啊方便咧配搭唔同嘅器材啊。亦都可以設定呢個局部或者全部嘅負回輸。輸入檔咧喺呢個模組化嘅設計啊，咁用家咧可以按自己嘅需要咧選擇唔同嘅輸入卡。咁啊當然啦，都可以支援呢個串流播放。好啦，2024慕尼黑音響展嘅影片咧已經全部播出啦。咁啊，希望咧等大家知道咧未來一年咧有啲咩新嘅產品啊。咁啊，雖然大家都話咧市道唔係好理想啊，但係展會現場咧個氣氛都好好啊。
咁啊見到各大小廠家咧都好積極啊，有唔少嘅新產品啊，俾我感覺到咧，既然坐喺度發悶咧，不如咧積極面對啊，真係好有正能量啊！咁啊最後咧展會實在太大，咁啊以有限人手已經盡量影啦，不過咧一定有遺漏啦，咁希望大家體諒啦。咁啊繼續多啲支持 HiFi 發燒台，下次見。